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2025年，中国经济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甚至分裂的状态。在数据层面，中国官方公布的 GDP 增速仍接近 5%， 出口表现强劲，一些制造业和高端产业继续扩张。但在社会和市场层面，许多贴近普通人生活的指标却并不乐观，就业压力依然存在，青年失业率偏高，居民消费恢复乏力，企业和家庭的信心持续低迷，房地产市场在经历多年下行后，仍未出现明确的拐点。与此同时，2025年也是全球贸易环境急剧恶化的一年，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关税和贸易防御措施成为常态。在这种背景下，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进一步上升，既支撑了增长，也带来了新的外部摩擦。这期的嘉宾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教授，同时也是该学院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Victor 史宗翰教授。我们请他从在中国的实地观察出发，回顾2025年中国经济的真实状态，并讨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出口成为最稳定的增长引擎，而就业、消费和房地产持续承压，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种什么样的新常态，以及这种结构在2026年是否会发生变化。Victor 你好，前不久呢，你刚去了一趟中国，从你的实地观察来看，2025年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和我们在宏观数据中看到的情况有哪些一致之处，又有哪些明显的差别呢？对，我10月份去中国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说比2024年是有一点点的改善。你如果看一些官方的数据的话，有一些情况是恶化的，特别是房地产市场里面，但是零售餐饮这一块应该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改善。然后学校里面的情况其实有比较大规模的改善，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美国对中国学生的各种各样的制裁，导致国内高等教育特别是硕士学位的需求大大的上升。你说学校是指美国的学校还是指中国的学校？那不是中国的学校，中国的学校，因为我们这一次主要的考察就是去中国，我们跑了好几家大学，那当然就是排位最高的那些，对吧？清华、人大、浙大，他们的招生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然后国家也比较支持。但是招生的情况比较好和经济有什么关系？不是，因为教育也是服务业的一部分嘛。就以前的话，就是中国是主要是进口这方面的服务业，就是出口中国的学生去美国、去英国、去澳大利亚学习，但是这个算是一个进口 import 但现在就是国内自己教育这些学校。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国的这些经济的数据一向都有比较大的争议，比如说中国说去年的 GDP 增长是 4.9% 到 5%， 是吧？基本上就算 5%。 但是就比如说美国的智库荣鼎咨询 Rhodium Group， 他们发布的研究数据说，中国经济在2025年的实际增速仅为 2.5% 到 3%， 就差不多只是中国官方公布数据的一半。你怎么看这么大的一个 gap？ 对，这些 gap 还是比较大的。那当然就是中国的官方的数据一直都有一些问题，就一直都有水分，然后一直你都要 discount。减掉一部分的经济增长这方面的数据。水分在哪里？我觉得最大的水分就是因为这个中国2024年推出了这个所谓两新政策，就是用财政那方面的资金来补助消费者购买比如说家电这些产品，或者汽车、新能源汽车，然后它那个销售的额度怎么算出来，其实应该是有些水分在里面。因为比如说你一部车原来的价格是10万人民币，然后现在的概念就是政府会补助一部分，比如说政府出1万块钱说来鼓励消费者去买这个车，但是政府也同时加这个压力给这个制车商去把这个价格扣掉一部分，所以可能他那个制车商就要把那个价格压到7万，最终包上去这个销售的额度可能他还是报10万，
但是事实上他只是卖了7万块钱的车。另外就是通货膨胀，它就是报的低一些，可能通货膨胀这个消费者这个价格还是会有一些上升的趋势，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事实报上去。传统来说，这个是把 GDP 拉高的这个最容易的手段，它是压低 inflation 通货膨胀。就是荣鼎他们的报告的作者说，就是官方数据存在的可能最大的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显示资本依然对 GDP 做出正向的贡献。报告说，对中国2025年经济增长的解读关键取决于下半年投资仅仅是回落还是已经出现崩塌。他们说，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在连续10个季度陷入连续通缩的情况下仍实现 5% 的实际 GDP 增长。我们不认为中国会成为第一个例外。你怎么看他的这些？这个中国官方这种数据的矛盾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因为你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投资的地方那个土地的价格，但是那个 capital formation 那个资本形成这个数据只是包括新投进去的资金，但是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土地价格一直都在往下降，对吧？所以就是有可能有这种差别，就是说你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土地价格在下降，所以这个数据出来就是一个负的数据，但是你资金投进去的量还可能比去年还要高一点点。那当然就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可能啊，所以这方面应该也有些水分，因为就是比如说地方政府他们都没钱，然后他们投进去的资金到底有没有真的比去年还要上升，这个是一个疑问，对吧？但是中央确实投进去的资金是上升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25年中央发债也发得比较厉害。以前的话中国政府的赤字主要是地方政府，现在主要是中央政府，然后中央最近就拼命的发债，然后把资金投进去各种各样的投资，也投进去地方政府，让他们摆平他们的支出的困难。那你11月份在中国，就你整体的感受，就是说哪一些地方的情况比外界想象的要好，哪一些地方的这种的问题在宏观数据里其实没有什么体现？我觉得就是零售业那方面就是应该不会继续的恶化，有一个 low level 低阶层的均衡，就是说大家都没什么钱，但是还需要吃饭，还需要买，就是最基本的消费肯定还是有的。对，然后你看那个数据也看得出来，餐饮业现在情况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们网购餐饮的话其实是上升的，因为那个比较便宜，所以就大家拼命去网上订餐，包括购买东西也是这样，就是那个网购那方面还是比较好，还在上升，但是大家去商场购买一些比较贵的一些东西，可能这个意向就比较弱一些。那你有没有什么去的地方或者是见的人，让你突然觉得说，哦，这是原来中国的样子？就是说在中国现在有一个明显的就是疫情前和疫情后，是吧？大家对于经济的这个信心，对于自己个人的这种的事业的发展，都有好像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评估。你有没有一个瞬间说，哦，以前中国是这样子的？我有一次最明显，我第一个晚上就去海淀嘛，然后就肚子饿，找一些东西吃饭，宾馆旁边一个小馆子，我进去就点一些东西，还是比较便宜。然后呢，我吃，然后呢，我旁边那些人突然就抽烟，我说这个是不允许的。但是他们就是好像都是司机嘛，就是开车的司机，然后他们就开始抽烟，然后那个老板也无所谓，对吧？让他抽烟。所以其实那些餐馆他们也不是傻了，对吧？他们也知道你要吸引一些消费者进来的话，可能就要管得松一点，因为你最后还是要做生意，对吧？然后你国家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但其实这个也管不了，你自己开餐馆，你要营业，对吧？对，尤其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是吧？所以这些我觉得，所以这种消费的话，你跌到这个程度，就其实因为中国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体，现在来说，因为它出口还是比较好一些，所以也应该不会继续的跌下去。现在唯一最大的把经济拉下去的因素还是房地产，所以房地产那一块还是很严重，然后大家都在抱怨，就是说啊，我们这房子这价格不断的跌下去，对吧？所以这个对消费者的消费的信心也会有一些影响。另外一块的问题就是就业，所以就业的话，我现在发现
虽然是说大学生失业率现在下降了一点点，但是其中的一些原因就是我觉得是因为第一，大家现在都拼命去读这个硕士读博士，把这个问题延长它，就是家里有一点能力的话就送他们孩子去，现在特别是国内或者是香港读硕士读博士。另外一个是有些企业他们应该是被政府要求他去聘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既然我们说到就业，就是你怎么来看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就业的可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稍微有一点点改善，就像你说的大家都去考研然后考公，然后去这些企业也被要求必须要雇佣一部分大学生，但是呢整体来说这个就业的感觉还是很不好的。就我去小红书啊什么微信，这就整天就有人在那说他们中年失业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是吧？很多人还有就是去开滴滴，就有各种各样的这样子的问题。你怎么来看？你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就业问题是一个周期性的还是一个结构性的？就有没有可能改善的一个情况呢？那当然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但是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面临。就是说你现在有大数据模型来代替特别是比较底层白领的一些工作，对吧？美国现在已经有这样的问题，然后美国这方面的问题应该会恶化。中国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蓝领去工厂工作的那些员工，过去10年已经一直都被代替，都被机器人代替。以前去第二产业员工，就是第二产业就是工厂那边打工的员工，以前是3亿多人，现在是2个亿，所以这就下降还是比较厉害的。然后那些员工就去什么送餐啊送商品啊什么，对吧？大学生的话，以前中国大的城市有比较发达的服务业，因为当时就是老外比较多，你可以去酒吧酒店旅行团的那各种方面那边打工，还有辅导，对吧？以前的辅导行业比较发达，但现在这个辅导行业，那当然首先是因为政府打压，又是用这种 AI 来代替以前的辅导老师，所以这方面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所以现在政府想的办法就是要把这个旅游行业发展起来，所以现在非常欢迎，就不用签证，什么那欧洲人啊，什么拉美的，所以欢迎他们去中国，但是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有限。那你刚才也其实提到了自动化对第二产业就是工厂的这种就业人口的这个影响，就是中国对于自动化和机器人都有非常执着的追求，是吧？就是那这个与就业需求构成不构成一种矛盾呢？那当然有矛盾呢，但是就是中国政府一直都不管呢。他不管是吧？我就想说你觉得他是怎么想的呢？他不觉得就业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这是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这个过程确实是发生的比较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超于包括这个政府的预期，它就是5-6年就很多行业都把制造业自动化，这个确实是比较快。第二就是它同时这种网购也发展的比较快，所以他们可能也就是说那些员工那他们就去送东西就可以了。那虽然就是这个工作的稳定性是完全两码事，对，你在工厂工作虽然是有的时候环境不太好，但是你的收入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工厂经常就是提供宿舍包吃包住，是吧？宿舍包吃包住，然后还有好一点的会有一些社保啊这些东西。但你去送餐送东西的话，那就完全什么都没有，基本上。那我们说一下这个消费吧，就是居民消费在2025年依然偏弱，你觉得这个主要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花钱呢？2025年还是好一些，就是因为那个两薪政策，然后它因为有打折，对吧？所以大家还是比较愿意去购买那些家电，然后电动车，所以这两方面的销售。另外一个就是黄金，对吧？大家因为投资的意向，他们去拼命去买黄金，所以这个也把零售业拉伤了一些。但是你看其他的东西的话，确实并不是那么好。比如说你食品的话，如果你经济真的是在改善的话，你食品餐饮那方面应该也会上升的比较厉害。比如说当年餐饮业食品的消费量每年都增加10%几，这就是因为经济不断的改善，中国人就是喜欢吃东西嘛，然后就是出去
吃饭啊什么庆祝一下，对吧？但是现在那个餐饮业和那个食品的消费还是很弱很弱，还是正，它不是负，但是是2%、3%这种上升。然后你要把通货膨胀扣掉一部分的话，那就更低。另外一个就是药品，其实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的时候，大家对健康的需求应该是上升，特别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它对药品的需求应该是上升。但是去年药品的需求还是比较弱的。它是一个 positive， 是一个正面的数据，但是它是很弱，比较弱，它上升3%、4%这种。那你觉得就说是大家是因为第一个可能收入没有以前多，还有不少人可能是失业或者是需要灵活就业，还有就是我不知道这只是我自己在讲，是因为收入增长不足，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还是这种社会保障啊，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产价格跌得比较多，然后大家的这种财富的效应的这种，就是心理上觉得自己没有以前有钱了，然后这个未来又那么不确定，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想。我谈这些也是想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刺激大家消费。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困难，因为现在中国的财政力度已经比较有限，地方政府基本上完全透支，除了上海和广东以外，其他的地方政府都基本上没有太大量的自己的钱，然后有一些地方政府基本上就是 bankrupt 对吧，就是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对，工资，然后他包括如果愿意把自己一些资产卖掉也不能补上去，所以它全面是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和中央给地方政府那些发债的额度来维持。如果需要大规模的刺激的话，那需要中央出钱，但中央自己的赤字也不断的上升，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因为他们还要搞这种高科技的投资，然后他那方面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然后还要搞国防，还要搞这个稳定的吧，稳定经费还是比较高的，对吧？对，维稳经费，所以各种各样的要求的话，他们把这种福利、社保、医保的开支大大上升的机会还是比较低。那当然是最近他们说要稳步的把这些福利的开支要拉上去，但是最后会不会真的拉上去，这个是一个疑问。因为它那个比例，如果把比如说你医疗和社保在整个财政盘子里面的比例要扩张的话，那就是另外那些领域要压缩，那你压缩什么？对呀，想一想，习近平他肯定不愿意压缩军费开支，是吧？肯定也不愿意压缩他所谓的这种精致生产力、高科技的这方面的投入，维稳就更不用说了，这都是硬的，是吧？你说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是中国政府有没有意愿想要增加这方面的，就是提高社会保障这方面的一些支出，第二个是他有没有钱的问题，对吧？他两个可能都没有。不是，你可以慢慢的拉上一些，但是你一下子大规模的去把整个局势改变，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少。还有一个，我刚才听你说的意思，你觉得中央政府的这种的他的资产负债或者是他的这个 balance sheet， 其实也是现在也是开始，不是已经是一个负，它已经是个负的了。对对，已经是这个是 IMF 他自己算出来，但是IMF 他不敢说的太大声吧。他前几年算了一个整个中国政府，这个是17年还是16年那个时候算的，那个时候已经是他的资产只是超过负债的一点点。那你想想，这个差不多10年以后，这个情况肯定已经是资产已经不足够这个债务量。那这个是会有什么样的大的影响？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你没影响，因为你债权人是谁？就是国有银行，都是自己人，对吧？包括你这一次那个 Venezuela， 对吧？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烂盘子。其实我跟那些人谈过，就是个好几年前跟一些政治银行里面的员工跟他们谈。他说那肯定的 Venezuela 肯定是一个烂摊子，他现在产油已经不行了，什么我们还是继续给他借钱，总有一天会是一个很大的烂摊子。那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但也无所谓，对吧？但是国有银行它最后那就只能是发钞了，发币，然后就是这个通货膨胀啊。它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它给你的利息非常非常低，所以这个低利息
已经是一个税收，给老百姓的一个税收。为什么低利息是给老百姓一个税收？不是，就是如果这个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完全放开的话，比如说你现在美国的利息比较高，对吧？3%、4%，那中国老百姓可能很愿意把一部分的钱，它不是一个 panic， 它不是慌了，它只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把资产分配，它会把一部分的钱转移到美国，因为美国的利息比较高，但它现在不允许你这样做，对吧？那就每年5万美元，机会成本就是一个税收 ，opportunity cost， 对吧？你原来有机会可以把钱放在美国，放在其他地方有比较高的回报，你现在它不让你，那是一个税收。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房地产吧，就是政策层面已经多次出手托底了，但是房地产市场呢，在2025年还在继续下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从你对这个财政和金融体系的这个研究来看，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拖累是不是已经被大体的消化掉了，还是仍然在持续释放影响？没到底。我以前在对冲基金工作的时候，这个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但是现在就更坏，对吧？就是房源现在还是远远超过这个对新的房子的需求，就是供给多于需求，供给还是大量的超过需求。这个情况，因为房子你盖起来就存在，对吧？它一直坐在那边是一个资产，如果没有人去购买的话，它是一个房源的一部分，对吧？这种空置房大家也知道，全中国各个地方都有大量的，你怎么消化？你现在人口在下降，你怎么消化，把这个东西消化掉？然后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对房地产的投资总量还是7万多亿，7、8万亿，对，这个是10月份的数据，所以如果你包括12月的话，应该是8万亿人民币。其实那个数字应该是0，如果你有好几年零投资的话，那就可以 catch up， 对吧？你就可以把那房源消化掉，但现在你没有，你还是每年投几万亿。这个投是国有的这些房地产商在投，还是这种的？主要应该是国有，但是还不是中国的房地产商那么多，对吧？但是房地产商有那么多都爆雷了，那么多家都死掉了。最大的你看，连万科都是差一点爆雷。为什么还有人有钱去投资房地产，而且也是在市场这么不好的，还有这么大量的钱呢？没有，好多就是地方政府自己投自己，对，他自己购买自己的土地，然后去投。比如说你地方政府有一块土地，其实你可以说啊，这个土地因为永远不会有人去购买，所以它的价值是0。但是地方政府当然不愿意去说这个价值是0，所以他设立另外一家融资平台，然后这个融资平台去银行借钱去购买他自己的土地，然后他购买完了以后，他就可以去银行说，诶，有人去买我这个土地，这个土地是值什么1个亿，所以你可以给我贷款。这是骗人的呀，它是这个概念，它不是骗人，但是这银行也知道这个游戏，但银行也无所谓，对吧？也不是自己的钱，然后都是国家的，不是一直都是玩这个游戏，但是现在这个游戏就是赤裸裸的，就是圈钱，去银行那边圈钱。因为以前的话，确实有一定的这个销售量，房地产有一定的销售量，所以不是完全是一个圈钱的 pyramid scheme， 对，金字塔这种。但现在完全就是去银行那边圈钱。如果这个党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是完全的话，这个不会有太大问题发生。对，但是哪一天党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弱化的话，那问题就完全出来了。但是你看中国历朝历代，我们都说中国的朝代更迭最主要的都是一个财政问题，对吧？那你说以前的帝王他对于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控制也还是很强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还是会就是等于说是政府暴雷，是吧？没有其他国家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控制有中国共产党强，有党那么强。这个是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以前还是会有一些漏洞但现在还有一些漏洞，现在还有一部分的资金可以转去香港啊，转去新加坡这些，但那个量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如果这个政治上的控制弱化的话，那就一下子会有大量的资金逃出去，然后那个整个金融体系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你是每一次他们开会的话，还会说那一句守住底线，金融体系稳定底线，每一次都说，因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高层他们也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然后你所有的14亿人，大家工作最后都是为了支撑这个财政，然后你们的钱都出不去，只能在这个封闭的体系里面运转。那他这么发来发去，最后的这个就无论如何，只要这个国家撑得下去，他这个财政体系就撑得下去。还是有什么别的可能的，就说你说这个财政体系出现这个危机？当然就是如果你出口不行的话，当然那现在就是远远不是这样啊。你出口现在非常好，所以它这个国家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但是这些力量都是因为大家所有的官僚体系都相信中央那边有人掌权，然后他的权力很大，他们都不敢脱离这个路线，对吧？但是哪一天大家觉得啊，我要为了我自己利益去搞点钱，然后中央已经比较弱，他不可以惩罚我，那哪一天就是很可怕。那会发生什么 ？Who knows？ 那不是你看那个前苏联就是这样，包括国民党当年就是这样。然后你非常高的通货膨胀，然后那些高层国民党人员就拼命他当时就黄金嘛，他就是从国库里面偷的那黄金，然后把它送去纽约，然后所以那些国民党高层他们都在中央公园旁边都有很多房产，对吧？对，但是当年的黄金购买下来的，肯定就会有这种现象。好，那我们说出口吧，就是在消费和房地产都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出口在2025年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最稳定的因素之一。你怎么看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这种地位的变化？这是一种，我这么说吧，如果没有出口，中国2025年的增长会是什么一个状态？那当然就是很惨了。其实这个中国在2015年到19年的时期，我们叫 global balance， 国际收支平衡，我们看的是改善。改善的意思就是它出口对 GDP 的贡献是下降，它虽然还是有进出口，但是这个量不断的压低了一些，然后它国内的消费也比较发达。当年就是还有大量的服务业，还有很多老外在中国消费，还有很多酒吧餐馆，当时的房地产还是比较好一些，然后还有辅导行业，所以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服务业都就做得比较好一些，然后它那个国际上的平衡是改善了。但是疫情之后，包括疫情当时发生了一些，就是全世界都没有这种医药品，然后就全靠中国的出口，对吧？然后中国它自己制造业的恢复也比较快，起码在20年和21年那个时候，所以就一下子把这个平衡又弄得比较不好，就是中国的进出口也大量的上升，然后包括就是因为中国制造2025年计划是2015年开始的，所以头5年是还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到20年之后这个结果就开始出来，所以这个中国的汽车行业的发达其实是2022年之后的事情，然后一下子它的出口就搞上去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所以这个整个国际收支平衡又恶化了。所以所谓恶化，但其实中国领导人他们很开心，中国的贸易顺差非常非常的大，贸易顺差非常大，所以那中国领导人他们很开心。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的经济增长基本上都是全靠这个进出口。你国内的话，虽然是有两性政策好一些吧，就是国内的消费需求，但是两性这个东西你不能一直维持下去，因为比如说你老百姓有点钱的人，他们说啊，这个好机会，我买一些新的洗衣机啊，新的电视，他不能每年都去买，对吧？所以他那个效果可能就今年会弱一些。其实已经开始看得到这种结果，就是你消费能力最后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你这个全靠出口，然后国内的消费能力还是比较弱的话，其实对这个经济增长的持久性还是影响不是太好。你觉得就说现在这种出口拉动和10年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是不太一样。以前的10年前的话，还是主要是靠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然后他们把这个产品又销售到国外，现在是中国自己的牌子，比如说通用汽车，对吧？以前10年前通用汽车很厉害，现在全世界没有人愿意去买通用汽车包括在美国，对。然后现在还是中国自己名牌的 BYD 啊，包括华为其实卖的比较好，在发展中国家，那当然是这个是中国决策者的目标之一吧。他要中国自己的整个产业链都是中国自己企业控制，然后包括这个品牌也是中国自己的。
对，所以可以说中国制造2025年这个计划基本上是比较成功，但是它有一个经济上的代价，那代价就是它国际收支上弄到非常不平衡，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性我觉得还是太高了。他的这个目标其实是挺过分的，就说中国要什么都要自给自足，是吧？自己做这个，然后呢，对外面呢又是要别人敞开自己的市场来接收他自己的这个出口。这实际上是一个会造成特别大的这些矛盾，是不是？这个贸易摩擦，就2025年已经是打一场这个贸易战，那2026年你觉得呢？会怎么样走呢？就是中国对出口的这个依赖越来越大，但是另一方面，全世界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是有很大的这个警惕性的。你怎么来看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呢？出口增长的速度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维持的，因为你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还是美国，那美国现在基本上不那么进口中国的汽车和新能源产品，所以你世界上其他国家他们的对这种需求量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速度不可以维持下去。但其实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说，它也不需要你的出口一直都每年20%这种上升，它上升速度慢一些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中国2026年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内的需求，还是国内的需求，因为这个两性政策的效果我觉得会下降。前不久高盛在一个报告里面说，中国出口的增长除了算术意义，并没有真正拉升这种的全球的增长。你是不是认同这个判断呢？那当然，其实对中国这种把整个产业链都包起来，这个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未来的经济增长是非常不利。以前的话，比如说美国这些企业，美国的成本太高，然后它把这个去投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然后在发展中国家就他们有就业，他们有经济增长，然后又有钱来买美国公司做的制造的产品，是吧？这样子才能赚了起来，对不对？是，它就是其实22年到最近1年的话，也有些中资企业现在在外面投资，但那个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还是主要是国内。然后现在中国拼命的出口大量的工业品去非洲国家、拉美国家，然后把他们本地的一些制造业弄掉，对吧？他们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来源是什么？对吧？那当然有些地方他们比如说旅游胜地，很多中国游客去，比如说泰国什么这些，这个可以，但是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旅游胜地，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都有能源石油。那你在去年5月川普宣布贸易战不久，做一个英文的播客里面说，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可能正在走向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全球贸易体系。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这个新型全球贸易体系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趋势真的是在形成吗？就如果是，它会首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现在还是在形成，但是这个威胁主要，我觉得主要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威胁，不是对美国的。美国就是美国现在有保护嘛，所以就关税，这个对，有关税，所以这个冲击应该不会太大。但是美国的问题就是你有保护的话，那你这个竞争力也会下降，所以现在美国一些企业竞争力开始下降。美国的汽车行业原来就不行但是现在可能也会影响到比如说特斯拉这些比较传统上比较有竞争力的企业。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这个对发展中国家未来的这种发展前景非常不好，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你自己没有资金去搞这个制造业。然后在中国的话，按理说就是因为劳动力的价格如果在中国不断的上升的话，它就会有动力去把制造业投去另外一些国家，但现在它已经自动化，所以这个劳动力价格对它制造的成本没有什么影响。然后中国这个电力方面的投资也比较完善吧，所以有大量的很便宜的电力，所以从一个成本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制造业它这个竞争力未来10年都会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其他国家就比较困难了，它就搞不上来，
除了个别以外，那当然越南啊、什么泰国那些还是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其他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就比较困难。对，想一想有点可怕是吧？但是没有可怕，你消费者就受益啊，你消费者可以买一些便宜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经济肯定不是说你这样子的情况下，那又中国越做越大，那别的国家没有那么强的，就是不像以前，我就觉得以前是一个可以想象成一个漏斗型嘛，就从上面就是美国呀、日本啊、德国这些，然后慢慢的往韩国呀、中国呀这样子的，台湾、中国这么往下漏，是不是？然后在什么泰国、马来西亚这样子，就说大家都能慢慢的受益。如果像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在下面的国家就不受益啊，你没有这个以前的这种漏斗的效应，那是还是挺可怕的。然后上面的一些国家，他们也面临很大的这种的就业啊各方面的压力。其实这个现象就是很奇怪，这个是大规模产业政策的结果，就其实没有人受益。基本上没有人受益，包括国内的企业家，不是按理说就是说啊，如果中国的贸易顺差那么大，那当然中国的企业老板就赚大钱，但其实你看他们的利润额度也是比较少。所有我碰到的企业家都说现在挣钱太难了，太难了，所以他们都在想着要出海。他们想着要出海，就是因为在中国挣钱很难。对，他们想出海，其实这个好，其实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他们出海，但是问题就是最近出海的量比较大，所以最近发改委还是谁就说啊，你们要停。不能拼命的出海，他们怕把钱的资产都带出去是吧？对对对，他们怕这个产业链转移到国外太厉害的话，那中国自己就控制不了这个产业链，所以他们还是比较重视这个控制产业链这个概念。但这样子的话，那没有人受益，你国内的企业家也没有受益，它只是你党可以控制东西。那我们展望一下2026年吧，你觉得2026年中国的经济会比2025年好转一些还是怎么样？还有就是决定2026年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的变量是什么呢？还是那三个东西吧，就是房地产市场、国内的消费和出口。对，三驾马车。对，三驾马车。我觉得就是也不会太严重的恶化，但是也不会改善，就基本上跟去年的差不多吧。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国内的需求应该会弱一些，就是因为这个两性政策的效果会下降，但是进出口应该还是会比较好。然后国家现在已经宣布了，它中央投资的力度会大一些，当然稍微大一些，但也不是大量的投进去，可能会稍微弱一些吧，弱一点点。因为这个两性政策还是会有一些效果，它的效果也不会一下子就消失掉，所以这个也看不到太大的冲击。你觉得中国经济基本上就是这么维持现状，或者是温水煮青蛙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可以维持很长时间，是吗？应该是比较长时间，因为现在你可以看那个财政上，中央的财政就保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他也知道地方政府不行，所以他就把那个赤字的额度放大了一些。所以的基本的运转是可以保住。对，但是我跟一些企业家聊，他们都觉得经济已经差到了不行了。有的企业就是都几十年了，然后去年开始第一次亏损，就要考虑关门了，那都是有几万人的企业。这种的事情如果发生多了，这个经济还是不是，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这员工已经被机器人代替，所以你有一波企业倒闭，那我也觉得肯定会发生的。今年现在就是反内卷的意思，就是让一波企业倒闭，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今年可能会发生。但是你倒闭完了以后，对这个 GDP 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因为那些龙头企业他们会代替那些倒闭完的那些比较小的企业，然后它对就业的影响也应该不会太大，因为已经是机器人，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失业吧，但失业的话就是给点低保什么，对吧？所以对消费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吧。你不觉得会有一个大的质的变化吗？就是这样子。中央它不会允许这种大的变化，他们也不会一下子让什么几万家企业倒闭，他也慢慢的让你
慢慢的死掉。那最后我再问你2个问题吧，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有中国的企业家问你2026年他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你会怎么说呢？我觉得中央的一项就是有些企业他们要打进入他们没有这种比较优势的行业，所以现在很明显的就是他这个政府反对这种东西，所以应该从这种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退出，不要恶性竞争是吧？对，不然的话那肯定他会有手段来弄你。所以现在这种手段也越来越明显。另外一个就是对出海还是比较好的出海，但是出海的话他现在开始有些限制。你觉得大家都应该想办法出海吗？那当然，如果你有竞争力有规模的话，你出海那个市场还是应该会比较好一些。那他们对于如果是做消费市场的呢，你觉得这些企业家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呢？到网上啊，对，就是到网上去。对，到网上去。对，你这种商场啊这些确实会越来越困难。如果是面对普通中国人，你会怎么说呢？2026年他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还有中国经济还有希望为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们提供上升通道吗？现在中国跟美国一样是一个 K 型的经济，如果你的孩子们是搞理工的话，做得比较好，他们毕业以后就业机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当然就是现在 ChatGPT 代替了一些。对呀，中国这些大厂也都在裁人啊，并没有多么好啊。但是如果你做 engineering 的话，还是比较好。不是你现在清华最吃香，我去清华他们就说那个其实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它最吃香，就是做芯片的这种的半导体的这些芯片，还有各种各样的，因为中国这种工业的体系还是非常庞大，包括这个军工和那些汽车和设备各种各样的行业，因为它要 take over 全世界所有的工业制造，对吧？所以它对于 engineering 的需求应该是无限的，所以这个 K 型经济，所以现在中国的老百姓他也知道，所以就拼命的把子女送去一些搞 engineering 的这种本科啊，或者对学习这方面的。那你觉得就是说中国经济不怎么增长，就是以前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很穷的，所有人中国人都是很穷的，然后这么一代人的时间有比较大的经济上面的很大的改善。那现在这一代人，当然美国也有这个问题，但是中国的但是中国的基数低啊，它这种的上升的通道其实是变得非常窄了，我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这样。如果你是农村的话，这不是现在他们都说啊，我跟他们聊天的学校，他们说啊，现在还有没有一些农村直接到清华的？很少，几乎没有，对，那基本上没有，对吧？对。那当然是一个 selection process， 对吧？所以这个很难说因素是为什么，所以就是那个 K 型就冻结了。那当然就是中国大城市里面日子过得比较好的人还有，当然了，比如说包括今年他们炒一些股票，高科技股票的，他们还赚了一大笔，对吧？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很有钱，也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子。然后包括如果他们子女是去一些高档学校学电机的话，他们的前景非常非常好，但是这个只是人口里面的非常少的一部分，非常少的一部分，非常少的一部分。如果你是农民工，你是送餐的、送货的，那当然就是前景非常不好。而且我听说就是现在有一些家长，现在的就是这些补习学校啊，他们的生意其实又变差了。就25年的时候有2个因素，一个是大家就觉得你再怎么补习你也做不过 ChatGPT 是吧？你做不过 AI。然后另一方面呢，很多家长手里面真的没钱了，他们就觉得就把这个孩子的课就砍掉了。所以还是我现在发一个这个征集的这个呼吁，就是如果你是这样的家长，欢迎来和我联系，我很愿意做一期这样的播客，然后让大家理解一下到底是你们是怎么想的。这个实际上非常非常能说明问题。还有中国的钢琴销售量也就是已经跌了，前几年就开始跌了，就很多家长就不让小孩学钢琴了。这些就是曾经以前就是很多的家长必须要给小孩报的这样子的一些班都在关掉，或者是就人数在减少，这说明就是家长对于自己孩子未来的预期是在调低，是不是？收入对没有就是10年前那么好。另外一个就是他人口现在开始就因为就是小孩子的人数在下降，
好，谢谢 Victor，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